好，这里是菜鸟老田。拿破仑·波拿巴，法兰西帝国皇帝，一生波澜壮阔，大气超过了他的身高，大落也一样超过了他的身高，不朽一致。一款第一人称类魂游戏，在这款游戏里，这位历史上的传奇人物，同样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幻想恋爱对象。你将扮演拿破仑手下的前士兵威廉多塞特，一位刚从战场上死里逃生却满脑长官语录的拿破仑梦男。他可能患上了非常严重的 PTSD， 他可能有精神分裂症，只是一种幻想，一种癔症。但如果他能在聆听了幻想中比拿破仑身高更宏伟的拿破仑激励以后，硬生生击败了比自己大3倍的敌人，那么我只能认定铁暗恋，这是铁暗恋。果然，爱确实能够战胜一切。我不知道之前发生了什么，我也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我只知道现在你的所有战友成为了你的威胁，你的敌人，或者你敌人的狗。众所周知，屎可以乱吃，但是话不能乱说，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说的那句我要做谁谁谁的狗会有一种什么方式应验，非常的有教育意义。而且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完全无痛的过程，需要先做一个高难度下腰，从头顶均匀的1分为2。大脑在哪里不重要，反正已经用不到了。当你几口能把别人啃得哭爹喊娘，那么任何硬件都是多余的。这就是第一人称的好处，你能直接获得被狗星王霸凌的真实体验，就像那个一直被你操控的倒霉不死人，非常的有沉浸感。真实的剑，真实的枪，真实的手和手上的真菌，让我回想起我第一次看到蒙娜丽莎的时候。也许这就是类魂游戏的进化方向。传统第3人称腻了，已经腻了。我现在只想让我就像从来没玩过这种游戏一样，不识好歹，不知深浅，然后突然被不知道从我背后哪里出现的敌人偷袭，或者刚刚死里逃生，结果被远处的暗枪一下撂倒。无论是谁想出这种迷雾场景，我都要给你10个粪图大师。最终评分，我并不觉得我很过分，也许应该见识一下这个米奇妙妙屋。根据我多年的经验，我在这个遍布迷雾的场景中，选择了一个看着就像是正恶方向，只不过背后不知道突然从哪里冒出来一只狗，正打算对我进行追杀。我坚信，只要到达那里，我就能避免这场战斗。你真的非常有潜力，这不是一种选择，这是一种欣赏。因为目前开放的这2章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这些。你是喜欢无序线性地图加上少许能力锁要素，还是喜欢这种简易堆怪一条街？可惜只要有一个梯子，他们都能跑得过你。血瓶是我非常喜欢的元素，为了不破坏沉浸感，所以我们直接捏爆，这样可以避免敌人的法棍抽到你脸上的时候吐在他们身上。当然，我不是在说使用速度有多快，只是这样比较文明。又或者跑酷，是的，这家制作组做过《幽灵行者》高难度赛博朋克跑酷游戏，相信和类魂题材结合后，一定会发生一些奇妙的化学反应。毕竟从某种意义上，这2种游戏应该算是近亲。很显然没有那么快，但是对于默认主角是残疾人的游戏，这已经是质的飞跃。毕竟就算你真从什么地方掉下去，也会有一种神秘力量把你送回来，就像对待一个婴儿一样。所以这就很好的解释了为什么你会有婴儿般的闪避、婴儿般的体力和婴儿般的睡眠。原来的一大步是现在的一小步，人类到底该如何躲过子弹？我不知道。体力是一个非常需要管理的东西，尽管我打完都不知道自己在管理什么。打击感，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虽然通常我们都会给光靠画面判定打击感的人一个尊敬的称呼云，但是这次他们是对的。这些的打击感只存在于拼刀，我认为这非常合理。这是你第1章砍 BOSS 身上的伤害，就想再给他去死皮。这是第7章，你砍到 BOSS 身上的伤害好像几乎没什么差距，不过他竟然会稍微有点反应。想要造成大伤害，只能经常拼刀打处决，节奏也不能太快，否则 BOSS 大概率会直接吞掉你的处决，然后一套把你带走。看来有人要加班了，但还好你可以打枪，可以放魔法，所以你不用和路上每一个敌人激情击剑，可以收集琥珀，获得特殊 perk， 配合加点系统，把自己改造成一个刚嗑了药的超人枪手。单
但是技能树目前看不到什么能直接提升攻击伤害的东西，所以琥珀这种可以质变玩法的收集品应该会成为 build 的核心。当然，我现在无法直接给出评价，因为这是个只有2章的 demo， 而且是少有的第一人称类魂。对于一个实验性的东西，在它发售以前，一切都是一个未知数。除了拿破仑的声音真的会一直跟你到第7章，记住，任何时候体验开香槟那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行为，比如 S12 总决赛、星空或者 Steam Machine 1049刀512G 的迷你 PC， 性能堪比基础版 PS5， 机胖可能会改变主机行业，但是 AI 行业先改变了它，让我们警钟长鸣。不过既然是类魂，那我等发售也要高低尝个咸淡。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更多内容还在制作中，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个订阅，让我们下次再见。